现在主要是来演示一下在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这个头盔的材质的变化啊，在上面就是我们只是用了一个金属材质，那么在这里呢，我启用了一个玻璃的材质。那么在玻璃的材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用了什么东西啊？也就是说，我会这边这个不要了啊，这边这个就是不需要的啊，这边这个 Fill Layer 啊是一个基本的，是一个基本的材质。那么重要的是需要在Texture 这个 Set List 里面把它改成 Copy 啊这种模式，这样的话，这个折射呢，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Array 里面进行调整啊，而不影响到别的 shader 啊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地方它调整其实还好啊，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调整。参数呢，只是在这里面啊，只是白色是它的主色，然后加了点粗糙度。然后这边呢，我们添加了一张贴图作为它的粗糙度的贴图啊，在这个地方。然后注意在这里 height 啊 height 里面我们增加了一个啊，在这里增加了一个噪波啊，这种纹理。这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噪波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玻璃里面啊看到一些模糊的反射、模糊的折射啊。因为如果在这个 Array 里面，如果你不加噪波的话啊，在没有实际的一个参数可以调整这种毛玻璃的效果啊。我们希望这个玻璃不是特别透明的感觉。那么再看这边这个 roughness 啊，其实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啊，其他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可以关掉的，主要是 roughness 和这个 height 啊。OK， 其他的呢，这里也是增加了一个 roughness 啊，就让它进行一个混合啊，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渲染的效果啊，看看渲染的效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效果还是很好的啊。你凑近了看，在这里能看到这个玻璃上的一些非常小的细节啊，比方说它的那个凹凸带来的变化啊，包括它的这个粗糙度的一些变化啊，能看得到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啊，是一个模糊的，就是毛玻璃的感觉啊。你根据这个，因为我不想让它这个毛玻璃效果特别的，明显，因为你还要看到里面这个头骨的这个形状啊，我希望在里面还能看到这个头骨的形状，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大致能里面一个模模糊糊投影的，能看得到里面一个头骨。那这个玻璃呢也不宜太亮啊，差不多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是在 Subtext 里面最后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渲染了啊。最后的渲染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用调整好的摄影机，用调整好的摄影机，我们打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渲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各种效果。可以看到 RTX 在这个场景下面更新速度非常快非常快几乎及时的就把这个效果给表现出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效果。OK， 你看这个效果也很好啊，就是若有若无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是有点像里面也充满了液体一样
这种感觉是特别好。这是第3个角度。好，这是在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进行 Iray 的渲染。那么这渲染来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启用了一个这个后期的，包括调整它的这个 Tone Mapping 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好是在这个环境下进行，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原始数据，而不会如果你到这个 Photoshop 里去处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在这里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层次的效果就是能保证不会缺失细节。那其他的来说呢，只要控制它的摄影就是这个图片的这个旋转的位置包括它的曝光什么的这个都是根据经验来，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基本上它 Iray 来说呢，没有太多的这种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玻璃在 Iray 里面的设置在这里面的设置来说呢主要是在这里这里有一个这个 reflection， 这 reflection 把它这个折射达到1这边的参数呢可以稍微的进行一些调整基本上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你看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一下，比方说你希望一个蓝色的玻璃在这里就出现一个蓝色的玻璃，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可以随时回去看到白玻璃的效果包括这个我们原来这个黄色的玻璃的效果这个效果呢也是根据这个项目来就是你可以实时调整，可以在这里面看到结果那这基本上就是在 Iray 里面的调整我们现在看一下 Blender 的这个表现把这个 Iray 把这个贴图输出这个非常简单，把它输出的时候呢，就直接就使用这个我们的这个 PBR 的默认的选项就可以直接使用 PBR 默认的选项比方说用这个你可以使用 PBR The Metal Rough 这个选项直接输出以前是有这个 Blender， 现在是没有了，没有看到 Blender 的预设没有看到 Blender 的预设，不过没关系，你使用这个 PBR 的预设直接输出就可以。你输出了之后呢，因为 Blender 的 Cycles 是支持这个金属和这流程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直接在这里面把材质连好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这个材质的连法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就是我因为用的是中文版如果是用英文版的话看得比较明显，大家可能比较好看一些把它改成英文，改成English OK，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base color 对 base color。需要注意的是，你用那种方法导入的时候呢，它的法线贴图需要在这个里面加一个节点，加一个 curve 节点，反转它的G 通道就让它这个进行一个反转。然后剩下的有些像这个 color space 要把它改成弱格式，这样的话呢会获得一些更好的效果这个需要一些调整。在这个弱格式，特别是在 roughness 的时候需要一些这个弱格式。这里面我看看，mechanic 这个也是这个 metallic 也是在基础度里面呢把它改成弱格式。但是唯一区别的是在这个 base color 里面也用的是 sRGB OK， 那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把它连好。连好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打几个光也是非常简单的面光源来调整这个灯光的效果基本上是一个影棚的效果影棚效果。你可以看到这主光源这个
这个 fill light 这个 fill light 啊，这是一个往后面打的一个补光啊，这边是一个辅助光源啊，基本上是一个经典的3灯光罩。那么这是摄影机，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我用了一张 HDR 作为在这辅助照明，所以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这个 Word 里面是添加了我们在这个 Studio 05，也就是在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使用的这一张环境贴图啊，把它导到 Blender 里面来进行辅助照明。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在某些层次上能获得一些更好的一些照明效果啊，就是这样。这里呢需要添加一个 Mapping 和 Texture 这个坐标啊，让它进行一个可以调整它的这个角度啊 ，Z 这里是调整它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吧？效果会有点不一样啊。这里呢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强度啊，这个强度也可以调整不一样。总体来说在 Blender 里面的调整还是相当简单的。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输出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剥离的效果啊会更加好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剥离的效果呢，我们其实采用的就是一个这个混合材质。这个我采用了一个混合材质。混合材质来说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个 class 材质进行混合啊，一个是黄一点的啊，那一个是这种白一点的，然后通过一个我们的那个 roughness 进行混合。这两个的这个材料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mix shader 啊，非常简单。好，那基本上就是介绍到这里啊，所有的就设置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渲染了，进行渲染。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这个 Cycles 的 GPU 啊 ，GPU 渲染，GPU 渲染的其实这个它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素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调高啊，调高它的数值，可以看到这个 GPU 渲染呢，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性能里面。这个 CUDA 是一直在用啊，正在 CUDA， 这个支持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它随着这些东西的变化呢，它的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那么同样的在输出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后期的一些这个调整啊，经过一些后期的调整啊，比方说你可以在这里面加一些这个通道，我们能得到一些更多的信息，能在后期里面进行调整。比方说你可以把这些都勾上啊，把这些透明啊这个都勾上，这样的话呢，你在后面呢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调整。你可以这里面没有半透明材质啊，所以这个可以关掉。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这通道啊，把它输出成一张这个 PSD 格式啊，然后到 Photoshop 里进行一些单独的调整。这个 denoising 啊，是一个就是降噪啊，你可以把它这个降噪打开，这样的话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其他的呢，好像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我看一下啊，基本上就还行啊，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你可以打多个摄影机啊，多个摄影机能看到不同的效果。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我们刚才这个Word 稍微动了一下，这个你要看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可以 Ctrl+B 啊，你可以单独只看这一个。
看这一点，这样的话会更快一些基本上就是这样你看 Blender 的效果，就是效果更加细腻一些，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控制比方说这个灯光的独立控制并且呢，你可以把材质的这个贴图输出呢都输成 4K，具体来说呢，它不会太多的占用你的资源就是这样，全弄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输出了。那么好，我们整篇教程呢就介绍到这里介绍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 把它回到。Blender 材质。那如果说你不用这个Cycles，其实也可以你可以用 Eevee 来试一下。Eevee 的话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到实时的Eevee的效果也很不错尽管上在有些地方呢跟咱们想象的有点区别但是呢实际上效果还是可以我们可以把这 Occlusion 打开Occlusion 打开之后呢会更好一些这个 Distance 可以把 Occlusion 打开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包括你可以使用这个Bloom 的效果也很好景深效果也可以打开Shadows 也可以打开总体来说这个效果还是很拔群的你甚至可以在里面打一个灯光对吧，我们在里面打了一个灯光让它里面发光透明的效果这个Eevee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尽管它无法实现真实的这种折射但是对于这个视图的这个把握还是很好我们同样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些编辑，比方说这个写一些编辑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些编辑在输出里面进行一些编辑你同样也可以输出这个其他的这个通道但是它的参数会比这个要小一点比咱们这个要小一点，但你可以调整它的这个曝光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个伽马值获得一个更加好的效果。这个也可以直接输出，成为一个最后的这么一个图片的效果。OK， 那 Blender 就介绍到这里，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小小的教程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对大家有所帮助。OK，谢谢大家，拜拜。